这支影片帮大家精选了10个香港必玩景点，还有10家香港美食。香港最重要的维多利亚港，超多游客的尖沙咀，在秘密地点欣赏世界3大夜景，能看到维多利亚港景的饭店，世上最长的户外手扶梯，免费参观香港监狱，夜生活必去的兰桂坊，在香港最高楼俯瞰香港全景，亚洲最长的双缆索缆车。想知道第一次到香港怎么吃、怎么玩，交通怎么搭，3天2夜要花多少钱？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嗨，大家好，我是李欧。继上一次的美国跟新加坡之旅，这一次我来到香港。因为抽到国泰航空的免费机票，所以这次我安排了3天2夜的香港自由行。那交通跟入境等等注意事项，我会另外拍一集放在这里，赶紧跟我一起看看第一次来香港可以去什么景点吧。Let's go！ 香港主要由香港岛、九龙、新界与超过260个小岛所组成，其中以维多利亚港的两岸最发达。是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交通和金融中心，也是全球少有的自由港城。现在我来到第一个香港必玩景点——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港位于香港岛跟九龙半岛之间，它是亚洲最重要、最繁忙的港口，同时也是香港的地理跟经济核心。维多利亚港在两岸的湾仔、中环、尖沙咀盖满许多高楼大厦，共同组成了香港的壮丽风景。远远在港边看着大楼，欣赏香港特有的天际线，非常舒服。旁边的海滨长廊也有香港版的星光大道，可以看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女神。现在太阳下山了，整个维多利亚港的大桥、大楼到船只都点上了灯光，整个港湾都变得如梦似幻。就是这样的美丽风景，让香港成为唯一一个连续2次都入围世界3大夜景的城市。想要欣赏维多利亚港最美丽的风景，可以导航九龙公众码头。走到九龙公众码头的 T 台上，还可以看到整排无遮挡的高楼大厦，有许多船只经过。到了晚上点灯后，真的非常漂亮。下一个香港的必玩景点是尖沙咀。尖沙咀是香港著名的商业中心，集合了旅游、文艺、商业还有购物活动。尖沙咀这边有很多不同主题的展览馆，还有古迹建筑，再到高级酒店都在这里。像香港的法定古迹，我身后这个1881，再到维多利亚港边的尖沙咀钟楼都是。我身后的尖沙咀钟楼，它也叫前九广铁路钟楼，是香港为数不多的维多利亚殖民时代的标志。钟楼以红砖及花岗岩建造，高44公尺。钟楼顶部有8角形拖着圆形钟塔。尖沙咀钟楼现在已经是香港的标志性建筑，跟旁边的半岛酒店、还有文化中心，再到天文馆，还有维多利亚港景，这一整块都可以拍到香港非常漂亮的风景。而1881的前身则是水警总区总部，现在已经改建成酒店，然后设有小型商场。它的外观是这种漂亮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不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拍都很有感觉。2楼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庭园，站在这里可以直接看到整个1881的园区，没有很大，但就是蛮漂亮的，而且是香港的法定古迹。要怎么前往1881以及尖沙咀钟楼呢？可以先看维多利亚港，看完尖沙咀钟楼就在后方，1881也过条马路就到喽。我走在尖沙咀的街头上，突然路过这一间祥兴记上海生煎汤包，发现超多人都站在外面吃，马上点一份来看看。大家点完之后，就会直接在这边的台子现吃、现煎现吃的美味。马上来尝尝看，4颗71港币，哇！我只是把它夹起来，整个开始爆汁哎！它把后面煎的都是变成这种金黄色的脆皮。再撒上一些白芝麻，哇，整只虾子哎，超大只的！我刚咬下去的时候，汁整个往前喷，还好是喷在我的盒子里。它的皮煎得很脆，然后里面的肉也很扎实。不过它的皮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厚一点，我以为它会更薄。不过吃起来没有很重的面粉感，超好吃。不枉费4颗71港币，超宝贵。
这些祥兴记上海生煎包太好吃了，我3天都过来这边报道，不愧是荣获2024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祥兴记的黑松露口味，吃进去可以吃到满满的黑松露，它那个松露的味道就是整个爆在你的嘴里，有一种口齿留香的感觉。我这祥兴记是在港铁尖沙咀站 A1 出口走出来，海防道左转乐道，捷运站走出来1分钟就能抵达哦。现在我到了今天我们入住的在湾仔站的湾景国际，一进来可以看到采光超棒，因为直接开了一个边边角角的维多利亚港景 ，Oh my god， 超美！那边可以看到摩天轮，然后这一边维多利亚的绝美港景。对面那边就是天星码头，坐在这个边间的窗边位，非常的舒服，看着维多利亚港景，都会让人不想出门，超舒适的。厕所的部分非常干净，但小小的一间，因为香港的物价很贵，然后土地又很少，所以能有干湿分离，我已经偷笑了。这间饭店是我在香港找到有维多利亚港景 CP 值最高的饭店。推荐大家可以住在20楼的尊贵海景房，晚上可以在房间看维港夜景，还有免费的自助式早餐，款式很多，中西式都有，一个人只要2000台币，非常划算。订房资讯我一样整理在资讯栏跟置顶留言咯。现在我在湾仔这边的 Back House， 它是现在非常红的蛋挞店，它跟 #B 都是。那今天呢，我先来尝尝 Bakehouse， 明天我再去吃 #B。今天很幸运有买到耶！我一次买了4个，马上来吃吃看好不好吃。它里面非常的滑嫩，然后表皮烤得非常酥松，再带有一点淡淡的焦糖味，超好吃。大家看看。它里面的内馅非常香浓，而且给超多。然后表皮这一个上面有一个淡淡的焦糖香，然后下面的这一个皮有够酥松的，好好吃。现在我回到湾景国际，要来尝尝干排烧鹅配上维多利亚港景。它这个烧鹅的皮很透亮哎。非常鲜嫩，而且不会干柴，好好吃！不愧是荣获10年连续10年米其林1星的超级名店啊！我本来还很担心外带会不会不好吃，一样赞，推荐大家可以外带。我们现场抽号码牌，因为它的店太小了，所以我们等70个人大概要等个2个半小时，太久。听服务员的外带只等了5分钟，拿回我们的饭店吃。还能配维多利亚港景，太舒服了。现在来加看这个他们特制的烧鹅蜜酱，我觉得有没有蘸酱都好吃。它这个蘸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吃起来是会多了一点不一样的层次。但是单吃它那个烧鹅的味道，真的吃进去之后可以整个散发在你的嘴巴里，满满的满足感，超好吃。我吃过最好吃的烧鹅，真的是这一间。Bakehouse 跟干排烧鹅都是在港铁湾仔站附近，只要搭到湾仔站，步行都能在5分钟内抵达哦。下一个香港的必玩景点是太平山。太平山就在维多利亚港看过去这一整排的城市高楼大厦后面的山顶上，那它高552公尺，是香港最高峰。上去山顶可以俯瞰整个香港，居高临下，城市美景尽收眼底。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我在维多利亚港边都已经看到太平山被整片的雾给埋没了，但我票已经买了，还是要上山看看有没有办法看到世界3大夜景。要前往太平山顶，最好玩的方式就是搭乘山顶缆车。山顶缆车起源于西元1888年，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搭就是这台绿色的第6代的山顶缆车。山顶缆车全长有1278公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缆索铁路系统之一。坐上复古的山顶缆车，只要花6分钟，就能从海拔33公尺快速爬升到396公尺。当山顶缆车慢慢开往山顶时，
两旁的林木还有高楼大厦会渐渐往后退，接着广阔的维多利亚港景就会映入眼帘，非常漂亮。山顶缆车配备全景玻璃窗，让乘客可以用多角度欣赏维多利亚港的景色。建议大家上山时坐最后一节车厢比较好拍。那山顶缆车一下来，我们就会到达这一个有特殊碗状造型的凌霄阁。然后现在在凌霄阁的里面，那里面这里就有一些商家，还有吃的。如果要上去428摩天台的话，就是要到最顶层。那我买的 Klook 山顶缆车来回票就是有包含这个凌霄阁摩天台428的门票是一起的。那我一样把优惠购票链接放在底下资讯栏，需要的人可以取用。428摩天台，它是号称香港最高的360度景观台，但这是天气好的时候。我刚刚看外面的雾超大，运气不太好，遇到下雨天，在山上吃个麦当劳，看能不能等到雾停。经过2个多小时的等待，这就是传说中的3大夜景，超赞！运气太好了吧，只好下次再来了，各位。建议大家上山前先到香港天文台的网站看一下太平山的即时影像。如果都是雾，那就不要上山喽。网站我放在资讯栏。隔天我透过网站看到有夜景，立马冲上山。除了山顶缆车，也能坐15号公车上山。上山记得坐在右边，可以顺路看沿路的夜景。假日的太平山顶人潮爆炸多，如果不想人挤人，可以走旁边的卢吉道。从凌霄阁出发，沿路都有路灯，走20分钟就能到卢吉道观景台。现在我已经到卢吉道观景台了，这边可以看到整片的100万夜景，这就是传说中的世界3大夜景。这一边的观光客比凌霄阁那边少非常多，但这边是3间步道，所以蚊虫会有一点，要擦一点防蚊液过来，比较不会一直被咬。这里可以轻松站在夜景第一排，从不同于凌霄阁的角度看到世界3大夜景。要如何前往太平山山顶呢？可以搭港铁到中环站，从J2出口走10分钟，再搭山顶缆车上山，终点就是山顶的凌霄阁。如果想要去人少的地方，顺着路标走到卢吉道观景台就对了。看完夜景很适合吃宵夜，下山来吃排队小店，葱扫甜品。今天吃人气必点的杨枝甘露，还有龙眼野果冰。杨枝甘露料多芒果甜，但我觉得不够冰，整体我更爱龙眼野果冰，它的野果特别 Q 弹，配上冰冰的龙眼，非常消暑。它主要的设立目的是为了让半山的居民可以更快速的到中环商业区上班。它是在1993年的时候设立的，全长有超过800公尺，高低落差最多高达135公尺。但只要去，所以你也不用整条都搭完。这样子中间如果发现忘记关家里的瓦斯或忘记带钱包，还可以赶快中途停下来折返回去拿。如果全程都不离开扶手电梯，可以搭大概20分钟，真的超级长。它移动的速度不快也不慢，一天会有8万多人来搭乘。电梯的往上往下搭乘时间是不一样的，早上6点到10点是让半山居民要来中环上班，所以是往下。10点到10点20会有一个转换，让它上下要变换方向。10点20到晚上12点只是回复往上，让半山的居民可以回家。在一边搭乘手扶梯的同时，也能看看外面这一些人来人往，在中环大街小巷来回行走的人潮，算是非常特别的体验。要怎么前往中环半山扶手电梯的起点呢？可以搭到地铁香港站 C 出口或中环站 D1 出口，到皇后大道中与格林街交叉口，中环街市的对面就是起点咯。下一个香港的必玩景点是大馆。大馆这里有16座的历史古迹建筑，通通都被翻修得很漂亮。整个大馆不只是一个古迹，也是一个美术馆。在大这个裕多利监狱的铁窗生活是怎么样？让我们直接到监狱现场，看看以前监狱的囚犯是怎么生存的。
他们的空间非常小，就这样子，小小的一间，在里面。这边可以看到他们之前的囚服。刚刚有问一下这一边的解说员，他说一间牢房它是预设可以关3个人，还有3个板子，但是有时候也会关到5、6、7个人都有可能。所以这么小一间塞那么多人，太可怕了。然后这边还写他们的环境卫生非常差，里面居然没有设马桶，囚犯就只能用一个桶子在里面，然后直接上在里面，超恶。这边有弥补到我上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没有进去恶魔岛的那个遗憾，在这边还可以免费参观监狱里面，蛮不错的体验。看完刚刚那一些监狱生活跟那些展览之后，我们走到最后面可以到达监狱操场。监狱操场很大，然后可以在这里清楚的看到赛马会立方，还有那一边的赛马会一方，这2座新的当代建筑。那近距离观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这种建筑啊，是金属外墙做成这种网格状的设计，就呼应了旧时代这种红砖墙的造型，所以2个是有相互呼应。但是呢，旧时代的这一种建筑啊，大多是三角形的屋顶，跟这一种全部都是立方体的新时代建筑，又呈现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所以2种不同时代风格的建筑，就很有一种文化的冲击感。喜欢欣赏建筑美感，还有拍照的人，在大馆可以待一整个下午。要前往大馆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利用中环半山扶手电梯，从皇后大道搭上来，到第3个街口就能抵达。目前香港的美食都还很不错。第2天的午餐，我来吃上环站这边的聚点坊。来香港就要吃他们的港式点心，今天我点了3样菜：凤爪排骨饭、蜜汁叉烧包、炸奶黄流沙包。那点心的包类都是有3个，然后凤爪饭的话是这样小小的一碗。我平常是不会点凤爪的，今天我是奔着爱心点的。这3道都是上面那个菜单有画爱心的。那凤爪非常嫩，咬下去就直接化开，可以直接整个吃进去都不用吐出来。然后旁边还有附其他这种肉，旁边的肉就比较有嚼劲，但我觉得凤爪比较好吃，蛮难得的。然后底下凤爪汁把这个饭淋上去之后，带有一点湿润，更好入口。它的蜜汁叉烧包里面的馅料非常多，整个爆出来。这个蜜汁的酱汁是有点甜甜的，然后配上里面咸咸的猪肉，甜咸的合在一起，还不错吃。但我觉得凤爪饭更惊艳。最后一道菜，炸奶黄流沙包。它外皮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的这个流沙包邪而腾腾的，直接爆在我的嘴里，炸裂，还带有一点咸蛋黄的味道。我觉得这一个应该是今天吃到最好吃的，这一定要趁热吃。里面的那个流沙整个热热的爆出来，爆在嘴里，超赞。要吃聚点坊，可以搭到地铁上环站，走 A2 出口，沿着西利街走2分钟就能抵达。现在我到 #B， 它跟 Bakehouse 都是香港超有名的蛋挞店。前几天吃的 Bakehouse， 今天来吃 #B， 看看哪间比较好吃。但是排队人潮非常夸张，今天我们12点前就过来排队，它11点出炉，边卖边烤。如果天气好的话，大家可以带阳伞过来，不然正中午这样曝晒超热。刚刚在尖沙咀的 #B 排了1个小时，居然给我说焦糖口味蛋挞售完，实在是太生气了。所以我们就搭车到铜锣湾这里的另外一间 #B， 这一边的人潮明显少了非常多，大概只有1/4的排队人潮吧，就这样子一小排。但还是很多人。铜锣湾店真的排超快，还20分钟就已经拿到我们的焦糖蛋挞了。必须说，如果要来买 #B 的话，真的要到铜锣湾店，快超多，而且也不怕买不到。我觉得这个 #B 的蛋挞，它里面也是很嫩很嫩，底下有一个27层的那个脆皮，然后蛋挞整颗也比较大颗，比 Bakehouse 的再更大。下面这里啊也会有这个焦糖糖汁出来，但是它的这个饼皮是属于比较厚实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吃那种很酥松、
外皮的话，你应该会比较喜欢 Bakehouse。你喜欢吃这种很有口感的，你应该会觉得 #B 比较好吃。那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喜欢 Bakehouse 多一点。那如果你来香港的话，可以2种都吃吃看，看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哦。要轻松买到 #B， 记得搭港铁到铜锣湾站，走 F2 出口，可以从西盛广场出来，走2分钟就可以到 #B 咯。兰桂坊这里有整排的酒吧跟餐厅，到了晚上这边就有很多的音乐，大家就会跟着音乐一起流动。这边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夜生活的场所，它周围有许多的这种高楼大厦，把它围绕在里面。到了晚上点起霓虹灯，就有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都会出现在这里。很多人就甚至很 chill，拿着酒杯，然后在路边就开始喝酒聊天了。要前往兰桂坊，要搭到地铁中环站，走 D2 出口，转个弯，跟着人群走就可以抵达。今天我要来吃富豪雪糕车，在香港也是非常热门的美食。它的车身是采用红、白、蓝3种颜色，跟美国的国旗是一样的。富豪雪糕车它会出现在许多游客密集出现的地方，像我今天是在尖沙咀九龙公园南门这里。这个富豪冰淇淋啊，它非常的快速融化，才刚拍完照，已经全部都快融化了，表示乳化剂应该沾的非常少，非常的绵密，是属于很嫩的那种雪糕。刚好我很喜欢这一种富豪的香滑软雪糕，又香又滑又软，一下就吃完。我吃的这间从地铁尖沙咀站 A1 出口出来，沿着九龙公园走就能找到。下一个香港必玩景点是在环球贸易广场100楼的天际100。我们现在在海拔393公尺高的100层楼观景台。那这一栋环球贸易广场，它刚盖好的时候，2011年是全世界第4高的大楼，也是香港唯一一座超过100层楼的摩天大楼，是香港最高峰。哇，走到每个角度都能看到很漂亮城市景，可以俯瞰香港全景，居高临下，直接看到整个维多利亚港、九龙半岛，再到对面的香港岛，通通看得一清二楚，超漂亮。而且它是香港最高的360度室内观景台哦，你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整个香港。像这一个角角，哇塞，视野超赞的啦，直接可以看到270度了。这个角落让我想到上次我们去澳洲的时候，那个 Sky Point 也是一样，但是 Sky Point 没有这里那么高，这里的视野又再更好，然后下面的大楼更加密集。哇，好漂亮啊！这里也有咖啡厅，可以在100层楼高喝咖啡、吃点心，一边看着远方的岛屿与船只，真的非常放松。扫描入场圆形小卡背后的2维码，还能连上天际100的网站，玩一下 AR 版的天际100。天际100还有香港最快的电梯，不用60秒就能到达100层楼。要怎么前往天际100呢？直接搭港铁或机场快线到九龙站就好，别跟我说你找不到香港最高的大楼哦。今天的晚餐我要吃尖沙咀这边有名的旺记冰室，现在才5点45，已经大排长龙了。旺记冰室的菜单放在门口，图文并茂，排队的时候可以先看好等等要吃什么。今天我点虾仁叉烧双拼日本滑蛋饭，餐点附的丝袜奶茶，还有另外点一杯冻柚子蜜。滑蛋饭好吃，非常好入口，吃起来有点像在吃亲子冻饭那种滑顺感。然后那个滑蛋啊，真的是又 Q 又嫩又软，很好吃。但是送的奶茶实在是太甜了，我喝完之后现在嘴巴非常的渴。然后它内用哦，限30分钟而已，进去到我们出来只花不到20分钟。香港真的是汤姆就是玛丽 ，Time is money。时间就是金钱。旺记冰室也在尖沙咀，可以吃完富豪雪糕或详亲记，顺便过来吃。今天入住旺角假日自选酒店，室内的空间整体都还算不错，还有一个办公桌，浴室也很大，还有干湿分离。唯一缺点是吹风机风力太小，女生吹头发要很久。下一个香港的闭馆景点。闻名，所以也号称是香港的平民夜总会。那这一条街贩售的东西跟旺角的女人街很相似，但是因为来逛的蛮多是男生的，所以呢，它也叫做男人街。那整条街道
有这种很中国风的灯笼，还有两侧满满的店家，非常热闹。许多有名的名店，像是澳洲牛奶公司、家家甜品跟麦文记面家都在这附近。要如何前往庙街夜市？搭港铁到油麻地站 C 出口或佐敦站 A 出口都很近。现在来吃号称光速餐的澳洲牛奶公司。如果你点太慢的话，会被服务生骂。我今天点的是48港币的早餐套餐，它的炒蛋真的好吃，我还点的那个火腿通心粉。我第一次在早餐吃通心粉，吃进去都是很简单的调味，但是又还蛮好吃的。而且这一次遇到的服务生人态度都还蛮不错的，没有体验到传说中被服务生骂的感觉。然后上菜速度真的是非常快，我点完餐到送上来应该10几秒而已，超级快的。要吃澳洲牛奶公司，从佐敦站 C2 出口出来是最快的。下一个香港的必玩景点，搭乘昂坪缆车前往香港最大的岛屿大屿山。昂坪缆车是目前亚洲最长的双缆索缆车，也是要从东涌站到昂坪市集最快的方式。缆车站就是在东薈城 Outlets 的旁边，这个大型的东薈城 Outlets。可以在 Klook 先买好票，不止比现场便宜，还可以直接扫码进入，方便又快速。在缆车上可以看到山后的香港市景，还有底下的船。那在后面则是可以看到大屿山的绿意山景，山景市景一次拥有。好，缆车搭了大概25分钟，现在已经到达昂坪市集。这里有很多的商店跟餐厅。那昂坪市集主要是以中国佛教庭园的概念打造的一个小镇。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这一种很中式复古的建筑，有点像来到花木兰的场景。昂坪市集的中国风庭院就跟旁边这个天坛大佛的风格相互呼应。它位在500公尺高的大屿山制高点，然后在通往大佛的路上啊，会有这种两侧有石像的地方，但是这里怎么有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真的牛哎！天哪，是真的牛！大屿山的野牛跟水牛，我们应该要细心观察，保持冷静，不要饲养、骚扰跟靠近。远远的看就好了，很可爱哦。我现在到山脚。超大，不知道上去能不能看到。上面的大佛应该要长这个样子。现在为大家隆重介绍世界第2大的户外青铜坐佛。雾太大了，啥都看不到。近距离观赏还是算蛮壮观的。如果天气好的话，来这边看应该会更棒。而且站在这个制高点的地方看下去，应该会比较漂亮一点。要搭昂坪缆车，可以从机场搭 S1 公车，或从市区搭港铁到东涌站都很方便。因为很靠近机场，所以最适合安排在第1天或最后1天前往。下一个香港的必玩景点是东薈城 Outlets。东薈城 Outlets 是香港最大的 Outlets， 它聚集了超过100多个品牌的当季跟过季品。我刚刚才逛了第1间 North Face， 不小心手滑买了3件，它3件的话有7折，3件买下来3000多块。东薈城 Outlets 它离机场非常近，我们搭 S1 的公车只要15分钟就能到机场，所以很适合你要回国的时候到香港机场附近再搭公车过来，可以血拼挖宝一下。东薈城很贴心，有置物柜让大家放行李，柜位折扣也很多，像这双 New Balance 550就直接5折，真的有划算。逛累了还能到美食街，有很多好吃的，选择比机场还丰富。香港最后一餐就在这里解决。东薈城 Outlets 就在昂坪缆车旁边，从机场搭 S1 公车或从市区搭港铁到东涌站都很方便。以上就是10个香港的必玩景点，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香港的美食是这一次最让我惊艳的，会让我想要为了美食再飞一次香港。那因为这玩完那个乐园，上次我去美国玩迪士尼乐园的感动，现在还在。那我一样把这次我香港的自由行会用到的所有交通票券，还有
优惠地方链接放在下面资讯栏。那香港的其他各式各样注意事项还有交通攻略，我会另外放在这一集影片，有兴趣的可以看看。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